曾漂流在无边海上，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。没有人在乎我是谁，陷入漫长黑夜，一路跌撞。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，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。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，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。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，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，你就是答案，我不灭的信仰。只愿朝着光，带你一起飞翔，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。我只愿朝着光，就算未来跌宕，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，朝着光。另外叫曾奎他们去查一下，一个叫新雷的金融产品，不知道是基金、信托还是股票，让他们去查清楚，了解一下情况。收到。还有叫苗草、小兰，他们去相关部门问一问，问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情况，如果知道的话，他们后续是怎么处理的。行，我马上跟他们说。一定要悄悄进行，不要打草惊蛇，知道吗？明白。何老师，按照您的教诲，我去采访了食堂炒菜的黄师傅，然后写了这篇稿子，你看看还有什么要改的？怎么没有新闻当事人的现场采访呢？我采访了的，我问了炒菜的黄师傅，请问你炒的菜为什么那么难吃？他说滚擦擦嘞，因为有粗话，所以我就没有用。你真的这么问的？你这问题吧，虽然很真诚，但是偏个人倾向，不能这么问人。那我应该怎么问呢？您好，这里是新闻进行时。我被吴诺尔骗了，我要曝光他。您好，您说的吴诺尔是？吴诺尔你都不知道？就是那个刚刚得了最佳男主角的那个吴诺尔，是那个男明星？就是他。请问他骗了你什么？他说他爱我，他要跟我结婚，结果一转眼他就跟那个赵新敏结婚了。你确定是吴诺尔本人跟你恋爱吗？我确定，我100%确定。我要向所有的粉丝举报他的真面目，要让所有粉丝知道他的渣男的真面目。好的，您的电话号码已经记下来了，稍后我们的记者会跟您联系。请你们快点儿！感谢您的来电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哎，他们人呢？他们好像都出去了吧？经济学里有个术语叫做机会成本。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观察研究，每个人一生中至少会遇到3次财富重分配的机会，所以当机会来临时，一定要好好的把握，千万不要让它白白的溜走了。那么想要抓住机会，你必须具备杀手的直觉，也就是说，你对市场的敏锐力和洞察。首先，我们每比方，你去电影院，你要买电影票，你要买爆米花，那你很纠结，你在抉择，我是买电影票
还是这么恐慌？好，我是为了看命。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，比方比尔盖茨，你让他去看一方命。怎么办呀？他们要见杨教授，我快拦不住了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再打个电话啊。你怎么老拖到一个地方啊？这块有个水渍。我以前怎么没见到过你？你新来的？这手机是干嘛的？这可能是不小心碰到照相机了。哎，这地儿怎么那么多水啊？哎，我这保洁阿姨，你过来，赶快把这拖一拖，这花应该是漏水了。走，我跟你进去看一下。要是有人经过呀，这摔倒就坏了。行了行了，擦干净了，差不多行了啊。哎，这里面怎么了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你的事儿，请您离开。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。来，手机给我。我刚刚救了你一命，什么？要不是我，你就被人给识破了。识破能怎么样？大不了打我一顿呗。也是哈，他一人还真不一定是你对手，你那么厉害。不过你拍这素材就没有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拍的素材得拷贝我一份吧？不可能啊！白杨，做人要知恩图报。哼，手机给我。合欢的事情呢，你还欠我2条新闻。这样，我把手机给你，咱们俩就两清了。成交。采访的目的呢，一方面是探索真实信息，另一方面是对人的心理、人性的本质、人性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挖掘。何老师，你说的好高深哦，我又听不懂了。其实一点也不高深，你就是跟着记者出去外采一次，就都懂了。你好，新闻进行时。你们的记者怎么还没跟我联系？半个小时以内。你们的记者要是还没过来，我就从33楼跳下去。千万别，您别冲动。您现在人在哪？我现在在家，具体地址是博雅小区3栋2单元33楼2号。好的，半小时之内，我们记者一定到。那我就再等你们半个小时。这是要命啊！何老师怎么了？有个女观众威胁说，半个小时记者还不到的话，她就跳楼。跳楼？但是今天好像哪儿有什么大事，所有人都被白老师派出去了。看来只有我能跑一趟。何老师，要不你带我一起去吧？你不行，你走了谁接热线？可是救人要紧呀，万一出了什么紧急情况，我还能给你搭把手呢。行吧，走吧。好，那我去拿机器。好，下面是媒体提问时间。这里，这位男士请。谢谢。推出去。杨教授，你好，我是直击现场的记者，
我想请问，您之前代言的信托产品新磊3号刚刚传出了爆雷的消息，您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无可奉告。友情提示一下现场的记者朋友们，今天的采访时间非常有限，请不要问与今天话题无关的话题哦，感谢配合。下一位，这位女士请。谢谢。蒋教授您好，我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，想问一下，这些年您推荐了非常多的金融产品，那么您推荐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我的推荐标准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选择最好的企业为伴。比方说，融汇财富就是最好的企业。那008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去年的3月2号，您在昆明为这只股票站台。今年的1月4号，这家公司因为严重违纪，被相关部门勒令查处。无稽之谈。下一位。那为非有色金属呢？很多股民因为您推荐的这只股票，最后血本无归。您有什么要对他们要说的吗？对，女士，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回答你的问题，对不起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。这么多产品出现问题，您有什么要总结的吗？有什么要总结的吗？那个白老师啊，任老师，我想我们之前的沟通和交流还不够，能否一步会议室我们再交流交流？不用了，我的采访已经够了。我的采访也已经够了。你好，我们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，刚刚接到您的热线电话。是，这是我的记者证。我是他的助理。你们终于来了。林女士，是您给我们新闻进行时热线打的电话，对吗？就是我。那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？我有一个条件，你们要把我说的话全部录下来，然后在媒体上公开。没问题，来，钟锦，您坐在这儿。好，这是录音笔，您坐在这里看我就行了。我们开始吧，开始。你好，林女士，我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何欢，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吗？我和吴诺尔，我们是去年认识的。当时我去看他的演唱会，我送了一幅画给他。演唱会结束之后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走了我的微信。您怎么确定是他的工作人员呢？那个人带了工作牌，上面写着“工作人员”4个字。之后呢？然后我就跟吴诺尔微信联系上了。所以您联系上的是吴诺尔本人的微信？嗯，他经常在工作之余找我聊天。我们聊了大概1个多月，就确立了恋爱关系。是他主动表白的，他说他就想找一个单纯又有内涵的圈外女友，我恰好符合这个标准。怎么可能？那你们确定恋爱关系之后，您见过他本人吗？他太忙了，有好几次他都说要来看我，但是要么航班被取消，要么剧组不放他走。还有一次他已经出门了，但是他妈妈突然生病了，所以他就只好回去陪他妈妈。您的家人和朋友知道您和他的这个恋爱关系吗？他们有没有给你什么建议和意见？我没有家人，也没有朋友，
我只有他，可是他却骗了我。今天早上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在跟我交往的同时，还跟那个赵新敏勾搭。啊，不会吧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看，昨天他才跟我说，我们买的那个房要交房了，要补一些税。但是今天，他就宣布跟那个赵新敏的婚讯。对不起，李女士，您还跟这个吴诺儿一起买房呢。他说他要跟我结婚，要在北京买婚房，但是他的钱都拿去投资了，没有什么现金，首付还差50万，我就把我所有的储蓄都给他了。陈姐，这条是韩国的一个牌子，这条是高定，你觉得我穿哪个合适？你自己觉得呢？这条我当初买的时候花10好几万呢。不要选这条。为什么？这条虽然很好看，但整个气质和晚会不符。可这一看就是大牌。它太艳了。晚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是端庄和大气。是，观众才不会管你大不大牌，人家只管好看。而且越贵的东西，反而会让观众觉得有距离感。这你要听圆圆的啊，她主持了4届颁奖晚会，有经验。那你觉得我穿哪条好？我要是你，我肯定会选红色的这一条。这条会不会太廉价了？舞台上有灯光，不会的。真的？一会儿彩排，你可以把2个裙子都带过去，你试一试。我相信，红色的这一条会更加出彩。金色这条呢？那天你们开会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，整个舞美设计的主色调就是金色，你再穿一个金色，那不就糊在一起了？并且金色在舞台上特别容易显得俗气。哎，您好，请问是谁点的咖啡？这儿，哎，来，小江，咖啡，谢啦，叶静，谢谢。陈姐，咖啡，哎，谢谢。赵老师，我请你喝咖啡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自己喝吧。没事儿，我待会儿再叫一杯。那个，能不能跟你商量事儿？就是我最近在彩排晚会比较忙，所以每周的房产在线，你能不能做周6周日？我做1到5，行吗？没问题。谢谢啊。谢谢你的咖啡。没事儿。哎，你们回来了？蓝老师，怎么样？都采访到了。那我今天顺序怎么排啊？第1条，上现场骚乱，还有会议室的暗访视频打头阵。第2条用曾奎那边的，你那边采访用第3条，苗子的收尾。明白。哦，苗子，你再补一个律师的采访电话。好。曾奎，你那边再补一个融汇财富的背景资料。行。画面就用杨教授的一些素材吧。这套组合拳下来，直击现场今天只有躺平啊！躺不平，我们能想到的，他们肯定也想到了。那既然大家都是同样的素材，我们就力争把新闻做得更精彩。努力吧！加油！加油！喂，关于杨世平和新蕾3号爆雷的所有的新闻都暂缓报道。上传之后再做个物理保存。什么是物理保存？之前跟你说过，你忘了吧？就是把这个全部上传之后复制一遍。哦，对。好，谢谢。白老师，新的串联单我写好了，还有替补跟上的新闻。怎么都软不拉几的？没办法，杨教授那个新闻下了一整组，只有这几条新闻能补够时间。都没有一条能打的吗？这条是不是还行啊？是独家吗？实际现场没有的那种。
刘思秋。哎，白老师，你这写的什么呀？这是新闻吗？我连对新闻的基本判断都没有，你怎么当的记者呀？我拿回重写。高宇初，哎，你今天出门之前，我跟你说了，让你发2条新闻的，为什么现在只有1条啊？是这样，白老师，等我到现场之后，我发现这事情和我们想象中有点出入，于是我就不追也不挖了，给自己放假了。谁批准你只交1条的？啊？你是不想干了吗？不想干，交辞职报告。拿去，下班之前给我补齐2条新闻。你。连续3天，不是首发就是签售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做这种提报。不是出版口就这些东西，我也不能漏报啊。那你就不能有点上进心，看看有没有别的新闻可以跑？咱们的热线电话是干嘛用的？热线现在越来越少了，都没几个人打，就算有，也没什么新闻价值。你把那上面最差的1条给我跑回来，也比你现在交给我的这个强。东东，哎，热线单子给我1个。哦，我还就不信了呢。这为什么到10点之后就没有记录了？谁值班啊？上午是何老师和春燕，可能那会儿没人打热线吧。他们俩上午不在办公室，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回来20多分钟了吧，我才看到他们回来。说啥呢？你们俩上午干嘛去了？白老师，为什么10点钟之后没有记录啊？啊？上班的时候脱岗这么长时间，干嘛去了？吃饭、逛街、谈恋爱，连一个热线都接不好，你们还能干什么？我们没有，跟春燕没关系，我把她带出去的。你说的对，我接个热线都不及格，但你作为制片人，你更差劲。何欢，你从老孙那出来你就满脸的不高兴，一直在批评别人，新闻被下了，谁心里都不好受。稿子有问题有很多种原因啊。你问过现场发生什么情况吗？你有给记者什么帮助吗？你有体恤过他们的辛苦吗？还是你自己有什么对策？你不什么也没有吗？你就不停地在那发火，把大家当出气筒。你觉得这是一个团队该有的氛围吗？我是就事论事，不是每个人都是你白杨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普通人都会出错，都会疏忽，甚至都会偷懒，但起码他们也要得到尊重和认可。如果你连这点都不懂的话，人家怎么替你卖命啊？你要觉得我接热线不合格呢，你可以随时把我开了。但今天这件事情跟春燕没关系，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。其实你们都很讨厌我，对吗？不是，白老师，就是怕。所以我真的很差劲儿，对吗？喂，白老师，请你下来审片。好。对不起啊，要是我没跟你一起去，就不会这样了。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和白老师都是有能耐的人，为什么就是搞不到一块儿呢？三观不合，感情破裂。那你现在去哪儿？回家。那你明天还来吗？不来了。那你以后会去哪个部门呀？再说吧。你赶紧回去吧，
免得一会儿他们骂人了。拜拜。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外景镜头啊？我们忙着回来发稿，就没有拍。去素材库里面找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这不是我拍的。我觉得你现在不是要曝光，而是要报案。不是吴诺尔骗了你，而是骗子借着吴诺尔的名义骗了你。我叫你们来，是要曝光吴诺尔的真面目，而你们却告诉我，不是吴诺尔，是另外一个人。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们是不是被吴诺尔收买了，要来堵我的口？李女士，李女士，请你冷静一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算是吴诺尔也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坐下，冷静一下，先坐下，好好想一想，要好好回忆一下你们的细节。当时你加了他微信之后，是谁开始聊天的？他为什么会跟这些素材都是何欢上传的？什么时候上传的？你怎么会想到把这个钱？今天中午1点多。其实我也怀疑，这是一场骗局。但是他说的太好听了。喂，你是拍了一条明星吴诺尔的新闻吗？对啊。马上把它剪出来，做今天晚上的头条。恕难奉命。何欢，这是一条好新闻。这条视频呢，是我手机里的私人视频，你无权使用。你知道今天晚上没有一条能打的新闻的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你为什么要上传呢？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新闻进行时的一员，对吧？我现在已经不是了。只要曾经是，就永远都是。你想要这条视频也可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你说。就你刚才的态度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道歉，向大家道歉。我答应你。何老师，东东，栏目的人都到齐了吗？齐了。来，大家听我说一下啊。刚才因为我个人情绪不好，导致对大家的态度也都很差，在此我跟大家说对不起，也郑重的向何欢道歉，向被我粗暴对待的记者道歉。白老师，你骂我们是为我们好，对，不骂我们，我们怎么能进步呢？嗨，我们都习惯了。谢谢大家对我的宽容。其实我知道我在工作上边还是有问题的，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努力，但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对。我在此郑重跟大家承诺，以后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制片人。可以吗？半小时给你交稿。一会儿你去看一下何欢的素材，重新做一下串联单。今晚头条标题：明星骗婚，还是骗子骗财？好，白老师，我这个整理好了。哦，好。哎，这点儿你不应该在上课吗？
不关你的事儿。你老师又生病了？做你的饭去吧。哦，你逃课了？我没有。没有啊。行，那我告诉你妈去。你不准告诉我妈。这不告诉你妈也行。那你说说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替你保密的话。我的乐高让你随便玩。那破玩意儿谁玩啊？那我让你听最炫民族风。还有呢？我再也不嘲笑你的品味了。行。不过呢，就算我不告诉你妈，你老师也会告状的。我跟老师说我生病了。生什么病了？手疼。手疼？你怎么不说鞋疼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应该跟你老师说你肚子疼，收放自如。这重呢可以卧床不起，这轻，一趟卫生间就解决了。那我等头次课的时候就说我肚子疼。但这肚子疼呢，也有 bug。一旦你老师关心你病情，给你妈一打电话，那不都穿帮了吗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过来，我告诉你。下来点。你一定会模仿你妈签名吧？这都不会？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就会了。我会。那你呢？下次请假的时候，就以你妈的口吻打印一份请假条。这借口呢，用头疼、心口疼或者是肚子疼，随便你挑。最后呢，签上你妈签名，这样老师就不会追究了。对，那我下周就说我肚子疼，再下周就说我头疼，再下周就说我心口疼。但这些呢还不够有创意。那怎么才能有创意？怎么有创意啊？你可以呢说你爷爷过生日，你奶奶过生日，你太奶奶过生日，你太爷爷过生日，你家这么多亲戚，每个过一次生日，你能请多少次假呀？是不是？你简直是个天才。我只是过来人。那你能不能再教我几招？想学？啊。想学的话，帮我把这些菜洗了，我就教你。谢谢师傅。叫大哥，知道吧？大哥。哎。其实我也有怀疑过，这是一场骗局。但是他说的话太好听了，我就打消了我所有的怀疑。我太傻了，我。林女士，你只不过是被骗子骗了，我又做错什么？但是你要是伤害你自己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一定会教他，不会让他用同样的方式再去骗其他的人，这样也算是保护了你的偶像。当然也一定要报警，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喂，妈，你赶紧打开电视，调到新闻进行时那个频道，里面一会儿有我。你会笑话我？哎，你记好了，那个新闻标题叫"是明星骗婚还是骗子骗财"。受害者自己也说，他曾经怀疑过这一切的真实性，但是因为真相很残忍，而骗子虚构的世界让人愉悦，最终他选择了相信骗子，骗局也因此得逞。所以说，很多时候欺骗我们的不是骗子，而是我们自己。只有勇敢地面对最真实的自己，才能真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也只有面对最真实的生活，才能真正收获。灿烂的夕阳，沉默的守候，不曾遗忘，勇敢去做自己的光。你这大半夜不睡觉，捣鼓什么呢？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我个忙，快！
帮我把这个光，我要打在这个金属配件上。这个金属配件啊，质量好不好，特别重要，可以多卖点钱。这些东西都要卖了啊？不是，那这么好的东西你卖了，你舍得吗？有什么舍得不舍得的？过去买它呢，是用来搭配，现在我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来替我装点门面了。怎么突然想通了？其实我早就想通了，只不过拉不下这个面子而已。现在嘛，面子算什么？生活最重要。这个应该卖个高价，这是经典老花，肯定会有人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信，多卖点啊，都卖了把钱还给我。你要不要拿几个去啊？我要是干嘛？我背不了。我不是给你，我让你帮我卖。你还是自己卖吧，我帮你打灯就行了。快拍吧，快拍吧。别动啊！哎，何老师，好久不见！上次给你家办的10年的那个花宴，还喜欢吗？挺好的。你看，你喜欢的花都到了。啊，这郁金香，刚到的，特新鲜。你看多新鲜！多少钱？现在这个便宜了，1桶才300块钱，要不全给你包起来？不用了，不买花了。哎，怎么啦，何老师？以前是每个星期都要在我这里买花的。家里出了点变故，现在钱要花在实处，不能随便乱花呢。那我送你一支吧，何老师。咱们可以没有钱花，但是不能没有花呀。谢谢。没事。慢走啊，何老师。哎，何老师。喂，妈。哎，昨天那个骗子假扮明星的新闻你看了吗？怎么样？那是，那个新闻，所有摇摇晃晃的画面都是我拍的。哎妈，你看到片尾那个本台记者为您报道没？那个本台记者就是你女儿。哎妈，你知道吗？虽然现在我是临时客串，但是说不定以后我也是领衔主演。我也相信。哎妈，我快到站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拜拜。何老师，你刚刚的照片好好看呀！我一会儿发给你。何老师，哎，佳佳，何老师，你今天没开车，谢谢啊。我车卖了。怎么卖了？你那车不是挺新？欠债，卖了还债。那何老师，你怎么看着还那么高兴啊？就跟今天捡了钱似的。恰恰相反，我是把该丢的都丢掉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这个好好看，在哪儿买的呀？这个啊，朋友送的。今晚这个事情确实有点喝拿铁，但是我尽量想办法解决。我这就去办。喝美式就好了。没问题。好，何老师。黄书记您好。黄书记好。昨天的表现非常不错啊。您看昨天新闻了？你们的新闻我每天都看。那提点宝贵意见啊。提意见不敢了，我只是觉得呀，现在的你比以前更有精气神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是一直在突破自己以前的状态。非常好，不过你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！你居然愿意回到新闻中心，从信息调度员开始。
那还是受了您的启发啊，从零开始，重新学习，重新出发。好，加油！黄书记慢走啊。看谁呀？你刚来台里可能不知道，这是我们的副台长、频道总监兼频道党总支书记。那他是个大领导。何老师，你真厉害！我来频道有好几年了，很少听到黄书记这么夸人。进去吧。哎，欢姐，花要给你插起来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何老师，你今天穿的这么休闲，这个花还挺特别的，跟你今天还挺搭。谢谢。何老师，我头回见你背布包来上班，布包也挺好看的呀。之前那个库奇老花，我见你背特别好看，我也很喜欢，就是现在买不到了。你喜欢啊？那个包我刚好挂闲鱼了。哦，昨天晚上挂上去，现在应该没有人拍。你要喜欢的话，我给你打9折。啊，你把那包挂闲鱼了？我所有的贵包都挂闲鱼了。何老师，这是今天汇总出来的新闻，你看看哪条需要我们跑？也在呢。那个可是限量版，我特别喜欢。你们要喜欢的话，都可以去看看。我闲鱼叫做寻欢不作乐，里面不光有包包，还有什么墨镜呀、衣服呀、鞋子呀，大部分都是9成新的，价格呢都是原价再打5折。如果你们要的话，再给你们打9折。我们昨天的新闻上微博热搜了，哪条啊？就是那个骗子假扮明星吴诺尔骗钱那个。领导看了吗？微博上面已经有100多家媒体和官微转发我们的新闻了。看过啦。现在啊，只要跟明星有关的新闻，热度都很高。你不觉得是我们的选题抓得好，稿子写得有深度吗？推开疲惫的乌云，倾落在这城市的谷底。有多少不期而遇会引去生机，或只是偶尔时光里过期。同行的路为什么迟疑？眼前的你像晴空，也像大雨。故事走走停停，结局还若现若隐，在误会中背离，又在梦里憧憬。如果爱也能有回应，把昨天的思绪褪去，是否就能让你也感同身受体谅的共鸣？漂流过人海